大家好，之前讲了 3D 高深跟 SMPL 模型的原理跟代码讲解，这次主要讲 3D 高深的扩展应用，结合 SMPL 人体模型。3D 高深的话，主要是以真实场景、静态场景为主。这次应用的话，主要是结合虚拟的场景、虚拟的动画。主要讲在虚拟的领域是怎么做实现的。课程内容大概是第一个的话，讲一下环境搭建；第二是讲一下虚拟的自定义数据集怎么做；第三步是讲代码的详细讲解，大概流程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项目就是3D 虚拟人的应用。简单来讲，它不仅可以用高深还原虚拟人物的模型，还可以做任何动作、任何动画。那咱们环境搭建就直接开始了。环境搭建流程基本就是跟着这个安装的流程走就行。第一步，咱们下载一下代码。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个参数啊，因为它是有子模块的。现在是开始安装 Touch，这个安装会有点慢啊，估计得十几分钟。然后我会做快进处理。安装的时候，嗯，如果没有预先处理好 C++ 的编译环境，安装子模块的时候会报错啊，因为高深的两个子模块都是用 CUDA 写的，这里面也记录了，如果是 C++ 的问题，编译环境的问题怎么处理。我们安装一下 C++ 的编译环境，这个是安装 G++ 的包，这个是安装 Ninja 的。安装完以后，咱们重新再安装一下这个子模块就可以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了这个酷大的环境。我们在这个命令行再执行一遍，酷大的环境变量就可以啊。这边也有记录，然后再执行安装。安装另一个子模块，然后需要安装 PyTorch 3D。PyTorch 3D 也是跟环境关系比较大，所以它也是需要这个按这个步骤安装是基本没有问题的。
然后安装 Python 3D 的时候，如果 CUDA 跟Python 版本不一样的时候，就记得需要改一下这后面的数字啊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可以访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官网。然后继续安装项目的一代。最后按一下参品，参品是因为用的 SMPL 也是跟有环境兼容的相关，所以这个也要手动按一下。到这儿都一直没报错，基本依赖包环境是搭建完成，跟着这个流程走，基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第二步是下载一下数据集。第一个是下载 SMPL 人体模型的数据集，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自行下载，因为这个是有版权的问题，得在他们的官网下载，进去看一眼。用邮箱注册登录就可以，然后在 download 下载里面下载这个第二个1.1.0这个数据集，我是提前下载好了。下载完以后，记得这个模型改一下名称。它有3个模型，这个 neutral 就是中性的意思，还有 M 开头的是男性，F 开头是女性。然后我把这个模型放到按照这个文件夹的格式放到这下面就可以。然后第二个是下载自定义的数据集，这2个链接都可以。把这个打包下载就可以。第三个是要下载，嗯，Amas 的动画数据，这个也一样的，需要去他们的官网下载，进去看一眼。
OMAS 就是人体 SMPL 人体的动画的数据集，这里边有很多的数据集哈，我哪个数据集都可以用的。我们是用这个，还有另一个这个吧，这两个数据集做一下验证，哪个数据集都可以用的啊。到这一步，SMPL，然后是数据集，然后是动画数据集，安装以后，整个的文件夹格式跟这个一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边也把数据集格式做一下，先创建一下 data 目录，然后我把 SMPL 模型放到 data 下面，然后再把自定义数据放到 data 下边，最后一个是把动画的数据集放到项目下面。然后进项目，我们看一眼有没有问题啊？把这个解压一下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大概文件夹的结构是这样的。然后是我这边一般是喜欢用派灿远程链接开发，到时候有问题好定位。我在本地派灿搭建一下远程服务器的链接。我在本地也是下载一下代码，然后派灿打开一下刚才的项目。然后我们的编译环境使用服务器远程的环境，我们连我们配置一下远程 SH 链接，添加一个新的环境 SH，这个之前服务器已经配置过了啊，我就直接连接就可以。
然后使用宽大的服务器环境。我们选一下服务器的宽大的执行文件，宽大 bin 下面这个文件，加载一下宽大环境，使用已有的环境。anim 这个是我们刚才创建的宽大环境啊，服务器里的，我们选择这个。然后我们需要把同步的代码目录需要改一下啊，点击创建。然后这个是可以查看这个模型的效果的啊，有360度旋转的脚本跟动画的脚本，这个已经都写好了，大家可以直接执行就可以。这可以在服务器里先执行一下啊，看看我们环境搭建有没有问题。好的，生成没有问题啊。嗯，这个错误的话也是跟每位服务器不一样，这个就是生成图片合成视频的时候需要这个啊。这个我再安装一下。刚才的是那个 FMPG 视频合成常用的视频合成软件的问题，然后我这边已经那个缺少的包已经安装好了。FMPG 那个跟环境关系比较大，所以我的那个解决方案比较复杂，我就没放出来。到时候你们安装有问题，嗯，可以再咨询就可以啊。这个 FMPG 是网上资料特别多，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，看一下效果啊。好的，这次没有刚才那个提示啊，它是会生成两个视频文件，一个是360度旋转的视频，我们下载一下；一个是动画的合成视频。然后我们打开视频看一眼，这个是刚下载的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360度旋转的视频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
仅用几十张图片就能还原一个虚拟的模型。然后再看一下动画的效果，动画也没有问题。如果要查看其他动画的话，大家自行可以改一下代码就可以啊。这里面指定了刚才 Amos 数据集里的使用哪个动画文件，所有动画都可以的，大家可以自行试一下。到这儿看效果没有问题，最后一个我们再试一下，重新训练一下模型。训练的话，我就在本地拍唱远程训练了。我们把这个参数先配置一下啊，trim.python 这个文件，然后我们直接先运行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我们再直接解决。嗯，报蓝皮相关的一些方法不兼容，基本都是版本兼容问题啊。蓝皮的版本我重新装一下，蓝皮最新的1.24，然后基本按1.22022这种版本基本兼容性都比较好。它提示已经，咱们再试一下看一眼啊。因为我刚才重新安装 FMPG 的时候，蓝皮版本受影响了。22不行，那咱们就装20。有问题根据提示安装就可以了啊，这个没什么问题啊。好的，咱们在本地再执行一下。好的，这个开始动了，那就说明没什么问题了啊，开始跑了。大家看到这个训练速度还是特别快的，基本跑个5000步、7000步，就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。然后我们用 TestBot 看一下训练的过程。然后我这边是 U 邦图的话，喜欢在本地连接，打开浏览器，用 SS 连接可以本地直接访问服务器的那个地址啊。这个我配置一下。
看一下啊，然后输入一些密码，输入密码没有反应，就说明没有问题了。然后天使炮的这边提示你怎么访问，我们把这个本地和远程的端口6006端口已经打通了，我在本地访问远程的6006端口。访问没有问题，然后这个是可以看到训练的时候的一些损失函数的变化。现在大概跑了3000步，很快的啊。loss 一直在下降，也没有问题。PSNR 就是图片的相似度啊，PSNR 的话基本3、4以上是属于比较好的指标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啊，这个是训练过程3500步，左边是真实的数据集，右边是训练过程渲染的数据集。大家可以看到3000多步已经特别像了啊。3天高深训练质量跟速度还是特别好的。好的，那到这儿的话，训练也没有问题了，我就不完全跑了。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跟我刚才上个模型一样。那这节课就到这儿了啊，下节课讲一下用 Blender 怎么做自定义数据集。好的，大家拜拜。